乌军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本土10州和多个俄空军基地遭受打击。乌军摧毁最后一艘俄渡轮，克里米亚变成死岛。乌正规军攻入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控制科马罗夫卡，首次承认在俄本土使用美制武器。乌克兰战场，泽连斯基敦促希尔斯基加强红军村防御。精彩资讯即将开始。8月22日，乌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显示，包括别尔哥罗德、罗斯托夫、库尔斯克、伏尔加格勒、摩尔曼斯克等在内的俄本土10州遭到袭击。虽然俄方一如既往称没有报告任何损失，而是称击落了绝大多数各州上空的无人机，但事实却是造成了巨大伤害。综合各方新闻报道，8月22日凌晨，乌军无人机攻向了距离前线约460公里的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卡拉切夫斯基区。当地的马里诺夫卡空军基地被精准命中。随后，俄方证实了这次袭击，并表示所有的无人机都被击落。但从现场流出的画面看，该空军基地明显遭受严重破坏。据当地人描述，乌军无人机从凌晨2点30分开始袭击，一直从未停止，直至天亮，且每隔3分钟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剧烈爆炸。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卫星图像验证了这一点。据 NASA 的影像确认，袭击造成马里诺夫卡空军基地内3处地方发生大火，其中一处火灾发生在飞机技术训练阵地，另一处位于更北的水库所在地，第3处则位于机场滑行跑道所经过的区域。目前俄军损失有待澄清，但在此前莫罗佐夫斯克机场遭到袭击后，马里诺夫卡空军基地就停放了14架苏24和15架苏34战机。此外，据乌克兰方面证实称，该基地存放的支援俄军前线作战的制导航空炸弹、弹药、燃料以及润滑剂的仓库也发生爆炸。由此可见，此次俄军损失必定不小。此外，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也已经连续4天遭受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了。该基地距离乌克兰前线达1800公里，目前相关战损尚未披露。不过，从俄方回应动作也能大致预测基地的预习结果，因为有5架图95战略轰炸机正从奥列尼克空军基地紧急起飞。外界猜测，俄军可能是打算给这些战机换个家，预计前往萨拉托夫地区。毕竟 F-16抵达前线以来，乌军就加大了对俄空军基地的打击，俄乌空中力量的对比正发生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的港口和渡轮。据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作战总部8月22日声称，乌军海王星导弹击沉了停泊在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卡夫卡兹港的一艘载有油箱的铁路渡轮康柔 Trader 号。康柔 Trader 号邮轮建于1984年，最多可容纳36辆火车车厢，是自2022年乌军袭击科什大桥后，俄军向克里米亚运送燃料的主要手段。其曾在5月30日和俄文盖的轮渡一起遭受乌军袭击而受损，好不容易修好了，现在又被打击摧毁。自此之后，克里米亚再无运营的滚装渡轮，而俄军又要找新办法运燃料了。若是结合乌军从2023年10月开始的对克里米亚实施的打击手段，特别是执着于摧毁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预警机、战机、燃料库等，你就会发现克里米亚正逐渐变成死岛。乌克兰将克里米亚真正变成了俄罗斯的负担，俄军不断向克里米亚转移更多军事装备，却被逐个摧毁。如今，就连克里米亚最后一艘轮渡都被摧毁，克里米亚所需燃料恐怕只能通过陆路从扎波罗热运输，而这些又在乌军火炮射程之内，再加上乌军 F-16战机到位，最近盛传的克里米亚是乌军真正攻击目标，恐将为真，而摧毁科什大桥或许就是下一步的行动目标。目前保护科什大桥的俄军力量只有那些从克里米亚撤出的雷达、防空系统、战机。更关键的是，此次乌军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是海王星导弹，是乌克兰自己的武器。若是用海王星配合欧美武器进行频繁打击，大家说俄军科什大桥能保住吗？8月22日，有超过200名俄军分成2支小队，配备装甲车和其他装备，向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克利莫夫斯基区发动进攻。该地区与白俄罗斯接壤，距基辅180公里。乌军又在开辟新的攻击地点。布良斯克州的州长也证实称，克利莫夫斯克地区遭乌军攻击，但其强调已将乌军击退，局势已经稳定。
不过，从乌军动用人数规模来看，这很可能只是一次侦察性的进攻，是为了试探俄军防御的薄弱地点。估计等摸清后，乌军也将快速推进，就和攻入库尔斯克一样。目前尚不清楚此次袭击带来的实际反馈如何，乌军又是否会发起新的攻势，火力军会持续关注。与此同时，在库尔斯克战场的塞姆河西南地区，乌军宣布控制了科马罗夫卡，已将缺口彻底被封堵。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155旅也被逼进了科马罗夫卡以西 1.6 公里的沼泽地。这里位于科马罗夫卡和格卢什科沃市之间，充满了复杂溪流的地区。乌军很可能会借助无人机优势，保持对该地的控制，从而将他们困死在这里。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也称，在库尔斯克地区，部分被包围的俄军已经陷入困境，乌军将继续扩大占领，向雷利斯克和利格夫推进，给俄罗斯施加压力。此外，乌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中将也亲自发视频宣布，空袭了格卢什科沃市北部的俄罗斯指挥部、人员和设备集中地以及阵地，并称乌克兰特种部队已开始清除俄罗斯围绕格卢什科沃市周边部署的野战仓库、PMM 电子战综合体等设施。在苏贾附近，同样的事也在不断发生，乌空军击毁了当地的俄军步兵阵地，而俄军战机似乎正在消失。就连库尔斯克州州长阿列克谢·谢米尔诺夫都在22日表示，当局已经在首府库尔斯克市建立混凝土防空洞，以预防乌军空中袭击。在苏贾东部的克诺佩尔卡，乌军已进行了挣扎，在战斗中遭受了一些损伤。目前小范围战斗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将决定乌军是否能建立并保持完整的控制。在克列涅沃，乌军加强了对克列涅沃市的控制，尤其是维特雷诺和杜罗夫卡一带。乌军正试图控制附近定居点，打通相互之间的联系。总之，乌军控制区正在不断扩大，俘虏的俄军人数也在激增，而首当其冲的还是来自车臣的网红军团。据悉，乌军又在俘虏了车臣阿赫马特·蒂科托克旅的大量士兵，而且据分析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这样的情况还会越来越频繁。值得注意的是，在昨日战斗中，乌军还首次承认在俄罗斯领土使用了包括海马斯导弹、GBU-39炸弹等在内的美制武器。虽然对我们而言，这早已不是秘密，但乌克兰官方承认，等于挑明了欧美画下的武器限制红线很可能已经被突破，进而促使欧美各国放开更多的限制。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甚至表示，应该彻底解除对乌军的武器限制禁令。他强调称，这有助于迫使俄军撤兵，从而推动真正的和平。目前，欧美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在呼吁彻底放开乌克兰的限制，可能就差一个契机。此外，从大局来看，希尔斯基似乎要在布良斯克、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建立更大的缓冲区，从而给俄罗斯人施加更大压力。而俄罗斯面对乌军的本土攻势无可奈何，既因缺乏足够兵力，无法将乌军赶出去，又不愿意抽调乌东战场部队回防，仅依靠地方部队和新组建部队进行阻击。8月22日，泽连斯基视察苏梅地区，与希尔斯基讨论了库尔斯克地区行动，并指示其加强对顿涅茨克地区红军村和托列茨克的防御。而素有女督军之称的乌克兰议会国家安全、国防与情报委员会女议员别祖格拉亚表示更是直接，连续数日炮轰希尔斯基，称库尔斯克豪赌将导致乌东全面陷入危险。在哈尔科夫方向，乌俄双方在沃夫昌斯克和里伯克地区进行了有限的阵地战。据 ISW 援引俄军事博主的话报道称，乌军在赫里伯克发动了一场规模不明的机械化攻击，不过被换防的俄第155海军步兵旅击退。随后，俄军也发动了2次袭击，也均未成功。据希望之声报道，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过去24小时共消灭并击伤俄军69人，摧毁1辆坦克、3套火炮系统、63架无人机，以及4辆汽车和4套特种装备。在卢甘斯克，乌军进行了反击，并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未指明地区推进。据 ISW 分析，其可能正沿着斯瓦托夫克雷明纳线推进。据乌方消息称，乌军反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在该地区活跃的俄第20联合武装集团军的进攻潜力，缓解该地区的防御压力。同时，乌方消息指出，尽管俄军拥有2.5:1的人力优势，但俄军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正在托列茨克前线的扎利茨内西部和德鲁日巴中部推进，试图拉平整个缺口。在红军村方向，俄军主力继续集中在此。过去24小时里，俄军袭击了乌军阵地53次，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诺和罗迪夫卡、尼古拉耶夫卡地区。据初步计算，乌军在这里共消灭了122名俄军，使201名俄军受伤，摧毁了3辆汽车和1个火炮系统被摧毁。
目前，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报告显示，俄第2联合武装集团军正在红军村东南和沃夫查河西岸推进。俄第15和第30摩托化步兵旅则在第1 DNR-AC 的增援下，到达了格罗季夫卡、辛罗迪夫卡一线。俄第27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14摩托化步兵旅分别在沃兹德维任卡和卡利夫卡作战。在扎波罗热地区，8月22日，乌军用海马斯发射集束弹药，袭击扎波罗热一处俄军训练场，导致俄军出现伤亡，装备被摧毁。据 ISW 报道称，俄军正在从这里抽调至少一个俄罗斯空降团回防库尔斯克，以求稳定战线，而这个团很可能是俄第56空降团。如据该团参与克里米亚战斗的官员称，部分部队已从罗伯基涅和维尔博维回防库尔斯克。又或是 ISW 还援引一位俄军士兵亲戚报道称，俄第56团第1突击连的成员已于8月15日重新部署至库尔斯克州。总之，自2023年夏季以来，一直在扎波罗热作战的俄第56空降团也有部分成员回防库尔斯克。最后，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发起了新的进攻。据开源情报报道，乌空军第40战术航空旅搭载 ASM 炸弹袭击了第聂伯河沿岸的辛卡霍夫卡，当地一个俄军指挥部被摧毁。此外，乌军还摧毁了赫尔松金伯恩沙嘴上的俄军弹药库，这对第聂伯河上的俄军来说，无疑又是一个致命打击。8月21日，罗宾雷达公司对外宣称，已与荷兰国防部签署了50台新型移动雷达的采购合同，预计会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分多个阶段进行交付。待交付成功后，荷兰会将其转交给乌克兰，以作为持续援乌行动的一部分。此前为满足乌军的需求，荷兰曾向罗宾雷达系统公司订购了多种静态雷达，比如 Max、伊莱威尔和 IRIS 雷达，目前已部署在多个地点。不过，根据这些静态雷达的使用情况显示，乌军似乎更加需要能够在移动过程中对无人机进行检测的雷达系统。作为对荷兰多次采购雷达的回馈，罗宾雷达公司又开发了这款新型移动雷达。这种雷达能够通过搭载车辆进行高速移动，并且在移动过程中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具备较高的操作灵活性。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俄军很难对其进行定位，更别说将其摧毁，从而确保乌军能够持续检测来自俄军的空中威胁，大幅降低防空设备被破坏的风险。今年5月，瑞典对外宣称将会在未来3年内向乌克兰提供7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所有可用的 PVB-302装甲车，但没有指定开始装运和完成交付的日期。8月19日，乌克兰国防部正式批准向乌军部署瑞典 PBV-302装甲运兵车，证实了瑞典的援助行为。除此之外，乌军还将会部署布罗法扫雷车以及南非姆邦贝6防雷装甲战车，进一步扩大装甲车车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22日报道，美国空军正在准备一场将于明年夏天在西太平洋进行的大规模演习，名为“重返太平洋部队”。这项演习将涉及来自阿拉斯加、夏威夷、关岛以及美国大陆各地的部队，其中更是包含诸多司令部，如美国战略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美国印太司令部和空中机动司令部。演习时长为14天，将与多国护身军刀演习同时进行，旨在评估美国空军在复杂环境中部署部队、维持运营以及在各种压力下确保后勤的能力。目前该演习的参与国已扩大到10几个国家，参与人数也已经突破3万人，并且还在持续上升中。此外，美国空军再三强调，这次演习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加强空军应对现代化威胁能力的开始，后续仍然会举行类似的演习活动。据自由时报8月23日报道，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研发了一款新型雷达，名为 DNR-IS。它基于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改进而成，最大优势在于可重构性和多功能性。传统的 ASA 雷达一旦成功部署，升级或调整将会变得极其困难，而 IRIS 则不同，它可以根据战场威胁的变化迅速调整相关功能，能有效反制快速多样化的敌方威胁。此外，据诺格表示， IRIS 不仅能用于雷达探测，还具备电子战与通信功能，能够同时执行多种任务。目前美空军已经将 IRIS
集成到了战机上，且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而这也就意味着美空军在雷达技术领域再次实现了重大突破。随着 IRIS 技术的逐步成熟和更多部署，美空军在未来空战中或将占据更大优势。今年3月，一架载着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前往波兰的飞机，在飞行至俄罗斯领土附近时，遭遇强烈的 GPS 信号干扰，迫使飞机使用其他方式导航超过半个小时。英国曾对此事件发表看法，认为这架飞机很可能并不是俄罗斯的预定目标。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经常以干扰卫星信号的方式来干扰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包括各种无人机、坦克、飞机以及制导导弹。而这些干扰攻击通常又会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 GPS 用户，而上述的英国飞机可能就是被波及者之一。为抵御这种威胁，英国国防部于8月21日发布报道，称已投资2600万美元，准备建造一个新型机库，以测试相关军事资产对抗电子战设备的能力。这个机库位于英国西南部的威尔特郡。英国官方当前尚未透露具体的规模信息，但是指出可以容纳 F-35战机、CH-47直升机、MQ-9B 无人机等军备物资。综合 F-35、CH-47、MQ-9B 的尺寸数据，这个机库的最终规模可能会远超英国现有机库，甚至会成为欧洲最大的机库之一。英国表示，这个机库将于2026年正式开放，主要用来测试英国军事设备的完整性。在这里可以安全地重建敌对环境，以对战斗机和无人机等军事设备进行测试。如机库可以通过减少射频波的反射和逃逸等方式，为 GPS 模拟器和威胁模拟器创造各种敌对环境，以测试英国现有的军用设备抵御干扰和其他威胁的能力。另外，英国特意强调，这个机库只是创造环境来模拟 GPS 干扰，但并不会干扰外界的 GPS 信号。据美国国防部8月19日消息，美国已同意向澳大利亚出售350枚标枪导弹以及各项技术援助、维护、后勤等工作，总价值约1亿美元。标枪导弹是一种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从1996年服役至今，在近30年的生涯里，已经过多次技术升级，采用最先进的自动红外制导，有效射程已达2.5公里，可精准打击装甲车最脆弱的顶部装甲。澳大利亚此次购买的 FGM-148F 是标枪系列导弹的最新型号，2020年开始量产。和之前的标枪导弹相比，其体积更小，射程更远，威力更大。预计这批导弹将会增强澳大利亚陆军的反装甲能力。据日本广播协会8月21日报道，日本为了强化防卫能力，已基本敲定2025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费用金额高达8.4万亿日元，超过去年的7.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军事专家认为，日本防卫费用之所以逐年攀升，主要原因是日本一直在采购和发展新型武器装备，如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包括战斧、AGM-158 等巡航导弹，还和英国、意大利合作发展下一代战斗机等。除此之外，日本还在进行一系列的自我强化防务措施，如日本已对外宣称会在明年春天前成立240人规模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主要负责统筹日本陆海空自卫队执行情报和作战等一体化任务，并重点推进无人武器的运用进程，探讨是否能由无人机代替载人巡逻机执行当前的警戒监视等任务。此外，日本还希望加强岛屿防御能力，通过利用多枚小型卫星建构卫星星座体系，提升导弹防御和早期预警能力。据美国军文网站最新消息，8月16日，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了3架 B-2 轰炸机，以作为太平洋地区的轰炸机特遣队。该特遣队的行动可能会持续2到3周。在此期间 ，B-2 轰炸机将和澳大利亚空军开展各种联合军演训练，重点强化两国士兵间的互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已经暗示将会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规模，包括部署更多的海上巡逻、侦察机以及轰炸机。如今，随着 B-2 轰炸机的到来，后续的作战部署应该也快要实施了。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还在考虑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廷德尔基地进行升级扩建，以支持更多 B-52 轰炸机和相关加油机的部署。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军能保住科什大桥吗？乌军在布良斯克的进攻又是否会和库尔斯克一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